每日更新最新短剧，感谢订阅。男人明明亲眼目睹妻子因车祸离开了人世，可第二天醒来，妻子竟奇迹般的复活了。I was just kidding. You're here. Yes, and you're scaring me. 威廉顿时惊恐万分，被吓得瞠目结舌。他不敢置信，妻子怎么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。And now I'm gonna hug you. 直到感受到妻子那真切的体温，那颗喘息未定的心才终于落了下来。他如获珍宝似的将妻子紧搂入怀，于是他暗暗发誓，一定会珍惜上天给予他再爱一次的机会。他激动地告诉妻子昨日发生的一切，可妻子却只是安慰他，那不过是一场梦而已。可他随后就会发现，昨天的一切仿佛在一幕幕重现，妻子竟说了与昨日同样的话，就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穿上了昨日穿过的西装，这使他顿时感到不安，于是当即决定更换一件。可就在他以为是自己太过敏感的同时，忽然想起昨日的此刻，妻子会被水壶烫伤。可当他急忙赶来提醒时，妻子竟意外地拿上了手帕。还好昨日的事情并没有卷土重来，威廉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了下来。可接下来的一幕幕却让他意识到事情远远不止这么简单。妻子虽然没有被水壶烫伤，却意外触碰到一旁的卷发棒，而受伤的地方竟与昨日也毫无二致。一股莫名的恐慌瞬间涌上心头，使威廉顿时不寒而栗。于是为了昨日的事情不再重现，威廉提议绕路而行，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昨日妻子在那条路上被人泼上了咖啡，本以为换了路线一切就会万事大吉，可让他万万没想到，昨日泼咖啡的路人竟再次出现。于是他急忙将妻子护在身下，然而事情并没有发生，或许是自己杞人忧天了，亦或许真的是一场梦。就当他快要放下芥蒂时，擦肩而过的路人撞上了小美，而看着一身咖啡渍的妻子，威廉顿时幡然醒悟，原来那并非一场梦。他忐忑不安地告诉妻子，今日发生的一切他都如出一辙地经历过了，无论他如何改变，该发生的终究会发生。威廉焦急且恐慌地向妻子解释这一切。What happened in the dream that freaked you out so badly? 可面对妻子的询问，却不忍告知妻子将会出车祸离世。What happens next? Oh, on the way to my meeting, my watch cracks. 于是为了验证猜测，小美提出了陪威廉一同前往公司，接着很快便到了公司门口。可当他们查看手表时，他竟然完好无损地戴在自己手上。紧接着小美安慰道，这一切不过都是凑巧而已。于是在小美的安慰下，威廉紧绷的情绪再次放松了下来。可等到开会时，威廉总会时不时地看向门口，原来是昨日妻子冲了进来，然而多时未看到妻子的身影，于是威廉以为不会再来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妻子已悄然来到了他的身后，只是这一次他并没有进来。 I knew it! I knew you'd be here! 后来他与同事讲起这个梦，可同事却一脸不置信，直到他接起那个会打碎杯子的球，他才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，不同的只有发生的时间和顺序而已。于是他立即决定前去寻找妻子。当他坐上出租车时，他惊讶地发现竟连司机都与昨日是同一个人，看司机的样子仿佛他清楚昨日发生的一切。于是他试探性地问出了心中的疑虑。 Is that gonna happen? Tell me, what can I do?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. And what you have. Just love her. Better hurry up. You haven't got much time. 可这个答案使他惶恐不安。下车后的威廉穿过拥挤的马路，拼命地向着妻子的地方狂奔而去。他找遍了妻子可能出现的所有角落，可却一无所获。于是给妻子打去电话，却又无人接听。还好终于在朋友的店内寻到了妻子的身影。他急切地与妻子解释这一切，即便妻子依然难以相信，但他绝不允许用妻子的生命开丝毫的玩笑。于是刻不容缓地想要阻止即将发生的一切。他要马上带妻子离开伦敦，离开这个可能失去妻子的地方。而至于去哪里，他交由了妻子来做决定。于是他们坐上了出发的火车，可这越来越熟悉的风景，他开始询问妻子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妻子买的竟是自己家乡的票。 I really want to see where you grew up. I want to see where little Ian went to school and played soccer. 原来妻子深知他的思乡之情，这顿时让威廉眼眶泛红起来。没想到妻子的爱竟如此细腻，他更加坚定自己绝不可以失去妻子。很快，他们便来到了一条山坡上，只要走过这条山路，便可以到达威廉的家乡。然而天公不作美，此时竟意外下起了大雨。
幸而不远处有一处荒废的房屋，他们相拥而抱，互相取暖。可这恶劣的天气还是让两人瑟瑟发抖。于是威廉打算生火取暖，可却意外地撞到了手表。待他打开一看，果然还是破碎了。他没想到命运如此的捉弄人，明明已经逃离了那个地方，老天却仍然不打算放过他们。一想起妻子将会离开自己，内心顿时如同撕裂般疼痛。他缓缓起身看向妻子，妻子那美丽的身影和那动人的笑容，或许以后再也无法看到。泪水顿时湿润了眼眶，担心妻子发觉，他来到了窗前，想要抑制住那到了嗓子眼的悲伤，可泪水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般倾泻而出。面对妻子的关心，他只好强忍悲伤，问了妻子一个问题 If you had one day left, what would you do? 然而妻子显然无法理解这匪夷所思的问题，只是随意打趣了一番。可看着丈夫认真的模样，她坚定地说道 It's an easy answer, a no-brainer. I spend it with you. Really? Of course. Just being together, kind of like now. 听了妻子的话，威廉感动不已。后来威廉带妻子见了离世的父亲，也与妻子讲了许多关于父亲的事。虽然父亲去世多年，却依然是威廉心中无法抹去的痛。Wherever he is, I bet he knows how you feel. Death doesn't put an end to love. Think so? I know it. 紧接着两人来到乡间散步，可妻子却突然提起要回伦敦，她要参加一场重要的音乐演出。尽管威廉极力阻止，可这场演出小美等待了16年，她又如何能付之东流呢？而威廉更深知妻子对梦想的执着，既然无法改变，或许过好余下的生活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于是思索片刻后，两人一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很快两人便到了家，而在小美兴奋地等待参加演出时，威廉偷偷地拿起了妻子自制的歌曲。原来他已经有了一个重大的计划。他先是来到复印店，将歌曲复印成许多份，再买上一束鲜花，来到妻子演出的剧院。接着他与主办方貌似在商量着什么，而随后那首曲子便已分发到所有工作人员的手里。原来他知道妻子从小就有歌手的梦想，可奈何没有属于他的舞台。随着第一场演出的结束，小美惊讶地发现接下来的歌单竟然是自己写的。她一时愣住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直到听到熟悉的声音传来，自己的丈夫竟站上了舞台。 Samantha Andrews, a visiting artist from America, has agreed to grace us with one of her own compositions. Samantha? 她顿时既紧张又惶恐不安，毕竟从未站上过这样闪亮的舞台。而在丈夫的鼓励下，她只好羞涩地站了上去，而丈夫那坚定的眼光仿佛给予了她足够的勇气。直到唱出第一句歌词，所有人顿时被这动听的歌声吸引住，于是她不再局促，开始放飞自我地唱了起来。歌声悠扬婉转，宛如天籁之音，令众人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。优美的旋律瞬间回荡在整个会场上，仿佛将听者带入了一个奇幻而美妙的世界中，忘乎所以。威廉也骄傲不已与妻子的表现，直到一曲结束，台下顿时掌声雷动。小美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，两人紧紧相拥，分享着这一份的喜悦。直到回家的路上，小美依然沉浸在这份惊喜中，喜不自胜。她多年的梦想就这样在丈夫的注视下顺利完成了，仿佛没有什么比此刻更幸福的了。然而丈夫的惊喜远不止此，他带妻子来到了公园，坐上了妻子一直想坐却不敢坐的摩天轮。他不想妻子留有任何遗憾，此刻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无比的珍惜。随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浪漫的餐厅，吃上一顿浪漫的晚餐。在昏暗的灯光衬托下，每一个瞬间仿佛都充斥着浪漫与幸福。威廉拿出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，缓缓地套在了妻子的手腕上，上面的每一个装饰都是威廉亲手所选，但不管是哪一个，都是只属于他俩独有的回忆与爱意。 This one's a heart. My heart. It's yours now. 妻子被威廉的深情所打动，虽然不值多少钱，但却是小美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。两人吃过晚饭，天空却意外地下起了大雨。威廉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看着这倾盆大雨，再望向了不远处的路口，这正是梦中出车祸的地方。他多希望时间在此刻停留，心底瞬间涌出了许多话，想要对妻子述说。I love you. Oh, I love you too. I want to tell you why I love you. It's raining. You know that, right? I loved you since I met you. I was always thinking ahead, making decisions out of fear. Today, because of you, what I learned from you. It doesn't matter if you have 5 minutes or 50 years.
Samantha, if not for today, not for you, I would never have known love at all. So thank you for being the person who taught me to love and to be loved. I don't know what to say. You don't have to say anything. 此时，一辆出租车正好驶来，小美毫不犹豫地上了车。与上次不同的是，这一次威廉没有让小美独自回去，而是和她一起上了那辆车。而司机还是那个司机，时间也是那个时间。威廉顿时感到不安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，一幕幕画面不停地在脑海闪过。没有意外，车祸还是来了。他毫不犹豫地将小美护在了身下。不过不同的是，这次醒来的只有小美一人，而威廉却永远离开了自己。她终于意识到，丈夫的表现和说过的那一场梦，原来都是真实的。丈夫代替她离开了人世。And he kept trying to tell me, but I didn't believe him. Right before we got into the cab, he told me about how I taught him to love. Loving him was so easy for me. 世界那么大，是缘分让我们在无数的可能中找到彼此。如果爱他，不妨大胆告诉他，愿每个人都能找到那一份心之所向和心之所爱，用真心去珍惜那份难得的情谊。